嗨，大家好，我是小易。大家应该都知道 FFmpeg 吧？没错，就是 GitHub 上那个拥有 5.5 万颗星、1400多位顶尖开发者维护的神级工具。毫不夸张地说，市面上你用过的 99% 的视频软件，底层用的都是它。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 VLC、Polyplayer、OBS 等。但是 FFmpeg 上手有一定门槛，主要是必须用命令行来进行操作。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款2025年最新出品，能让 FFmpeg 从命令行变成图形界面傻瓜式操作的神器 FFmpeg FreeUI， 也就是 3FUI。 这期视频我会从下载、安装、界面讲解到最常用的8大核心功能，一个步骤都不跳，全程现场操作。希望大家能给个3连支持一下。点好了吗？那我们开始咯。这个是 3FUI 在 GitHub 上的官网，我会把地址放在视频下方的简介区。这是软件的安装包入口 ，Latest 表示当前的最新版本，点击进去。作者一共给了3种安装包，优先建议下载这个，它已经把运行的环境全部打包进去了，解压完直接双击就能用。如果第一个版本打不开，再试这个，它解压后文件非常多，虽然看着乱，但兼容性会更好一些。这个是便携版，里面只有一个 EXE 文件，看起来超干净，但它不带环境，使用前需要另外安装 Net10桌面运行时，操作上比较麻烦。每种类型里都有3个 CPU 架构可选，这是64位的，也是目前最主流的。32位系统则选择这个，上面这个适用于 ARM 设备。点击下载。这个就是刚刚下载的安装包，解压。打开解压后的文件，找到这个.exe 结尾的文件。如果你经常使用，可以点击鼠标右键，显示更多选项，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这样就能在桌面放一个快捷入口，之后打开会更方便。当然，你也可以不创建快捷方式，直接在文件夹里双击打开。运行的时候，系统可能会提示你检测到病毒，别紧张，这属于非常典型的误杀误报。我们直接点击更多信息，选择仍要运行即可。这些是软件相关的一些资讯，在这里可以找到软件的作者，左边是它的功能菜单。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界面风格，简洁大气，配色也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不过 3FUI 本质上只是一个漂亮的壳，真正的音视频编码等工作都是由 FFmpeg 本身来直接完成。因为 FFmpeg 版本更新节奏是非常快的，作者并没有把它直接打包到项目文件中，我们可以随时去 FFmpeg 官网下载最新的版本，直接丢进来就行。如果你没有放 FFmpeg 文件，执行操作时，这里会提示错误，点击，在这里能看到详细的错误信息。这个地方很重要，你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来这里查看报错信息。接下来我们继续下载 FFmpeg， 这个是 FFmpeg 的官网，点击 Download， 往下拉一点，选择 Windows 操作系统，这2个链接都可以，我一般用第一个链接。再往下拉，这里有2个版本，上面是精简版，下面这个是完整版，直接下这个就对了。这是刚刚下载的文件，我们把它解压。打开解压后的文件 ，B， 找到这3个.exe 文件，复制，然后把它粘贴到 3FUI 项目文件夹中，和这个 3FUI.exe 放一起。下次 FFmpeg 有新版本，也直接丢进来，把这3个文件替换就行。当然，如果你的电脑以前就安装过 FFmpeg， 而且已经把路径添加到系统环境变量了，这里就不用放这3个文件了，它会自动去调用你电脑中安装的 FFmpeg。
具体怎么操作，之前在讲命令版 FFmpeg 的时候有介绍过，这里就不详细演示了。到这里，基本的环境就已经全部准备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重点环节。3FUI 的核心功能到底能干什么？每一个按钮、每一个参数又都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之前用 FFmpeg 都是敲命令行，那接下来会非常有感触。3FUI 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一整串复杂的命令拆成了一个个可视化的开关和选项。接下来我们就从最常见、所有人都会用到的功能开始，一项项介绍，保证你看完后不仅会用，还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用。现在看到的就是 3FUI 的编码队列，你所有关于压缩、转码、修改分辨率、调整码率的设置都会在这里排队执行。不过在把视频丢进来之前，我们需要先到左边的参数面板里，把整个压缩或者转码要用到的参数都设置好。比如你想转成 MP4 还是 MKV， 用 H.264 还是 H.265， 帧率要锁60还是原样保留，最终质量想要清晰一点还是体积更小，这些基础规则必须提前设好，然后再拖入文件，它就会自动调用参数面板中的参数来进行重新编码。如果你什么都不管，直接在编码队列这里把文件拖进来，它会弹出这个提示框，意思就是说你还没有告诉我用什么容器，也就是你要先指定输出 MP4 格式还是什么格式。这里有个快捷方式，就是按住 Ctrl 或 Shift 或 Alt， 不要松手，然后把文件拖进来，它会直接弹出这个单独的参数面板。其实这个页面跟左侧的参数面板是完全一样的，不过这里的设置只对当前这一个视频生效。我们直接在这里把参数都设置好，然后点击确认并添加任务，它就会开始执行啦。这种操作适合单个文件或者不想变动参数面板里的设置时使用。如果你要批量执行多个文件，还是建议走标准流程，先在参数面板这里预先把参数都设置好，然后在准备文件这里选择要使用这套参数的视频。你也可以选择文件夹，把文件夹里的视频一次性导入进来，检查一下没有问题后，直接点击加入编码队列，就能批量使用同一套配置来进行编码啦。这个任务列表非常直观，你可以看到每条任务当前的状态、完成进度，可以随时选中一个任务，开始、暂停或者停止执行。点击定位，快速打开这条视频编码后保存的位置。我先大概讲讲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大家不用背，先了解一下就行。效率指的是当前编码跑得有多快，比如一部10分钟的视频，转码也刚好需要花10分钟，效率就是100%。如果5分钟就能转完，那就是200%。如果这里远低于100%，意味着远低于播放速度，也就是非常慢，预计完成时间会很长。开始时这个数字上下波动是正常的，但如果长期这么低，建议换用硬件编码，后面会讲到怎么换。输出大小和预估这里告诉你现在生成了多大，还会根据当前的压缩率预判最终文件会有多大。比如你原本想把视频压到100兆以内，结果一看预估要500兆，那你现在就可以直接点击停止，回去调整参数，不要等到最后才发现翻车，能帮你省下大量的时间。质量一般是0到51之间，数字越小画质越好。比特率就是视频每秒能用多少数据来存储画面，数值越高画面越清晰，文件也越大。如果你做 1080P 的视频，一般在3000到6000 kbps 之间，就是非常标准的高清画质了。4K 视频一般需要15000到30000 kbps。如果你用的是 H.265 编码，那这个数值还可以再低一点，就能达到同样的清晰度。这些我们后面都会细说该怎么设置。最后一列最贴心，左边是这个任务还需要多久才能干完，右边是已经跑了多久。选中一个任务，下面会显示 FFmpeg 官网的实时进度条，所有关键指标都在这。比如
这个任务已经处理了多少帧，当前编码速度是每秒多少帧等等。OK， 编码队列和准备文件我们都弄明白了，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最核心的参数面板。所有视频压制的规则，包括你想怎么压，压多少，清晰度要多少，格式要什么等等等等，全部都在这里设置。我们一个一个讲，学会之后你就能精准控制画面和体积，想轻就轻，想小就小，而且完全不用敲命令。设置的时候，首先就是输出文件设置。这个页面我们重点关注这个容器格式就行，它决定了你的视频用什么盒子来装。视频最常用的就是 MP4 和 MKV 这两种格式。MP4 的优势非常明显，兼容性最好，体积也超小，手机、电脑、电视、剪辑软件、播放器等等等等，几乎没有哪个打不开 MP4， 所以99%的情况直接无脑选 MP4 就对了。如果你的视频有多条音轨或者多条字幕，你想把它们全部保留下来，那就选 MKV。WebM 格式主要是给网页开发者用的，如果你要把视频嵌入网页，做网站背景或者网页动态图，选它的体积比 MP4 更小，网页点开几乎秒播。其他的除了苹果的原生格式 MOV， 其他的基本都过时了，这里就不浪费大家时间一一细讲了。在这里修改视频编码后保存的位置，默认和原视频保存在同一个目录，这下面一般不需要去动它。解码可以理解成把原视频读出来，就像你要压缩一个视频 ，FFmpeg 必须先把它打开拆包，这样后面的编码器才有原始画面可以处理。它跟你最终压出来的视频清不清晰、体积大不大没有直接关系。这里的设置主要是控制怎么读取原视频，我们不需要去管它，全部保持默认就行。编码器主要用来打包文件，编码器选得好，能帮你把几十个 G 的视频压缩成几百兆，同时还能保证画质让你看起来觉得没变化。这个下拉列表里涵盖了市面上几乎所有主流的视频编码器，看起来特别多，其实比较常用的也就复制流、HDR65、HDR64， 有的小伙伴可能还会用上 AV1， 其他的一般都用不上，直接忽略就行。有的小伙伴可能会问， HDR66 这么新，为什么不用？就是因为它太新了，很多设备都还不支持，发出去人家也不一定能打开。保险起见，咱们还是先用 R65 和 R64 就行。HDR64 是地球上兼容性最强的编码，几乎所有的设备和平台就没有它播不了的。不过跟新一代编码比，它的压缩效率稍微低一点。HDR65 的压缩效率比 HDR64 高大概 40%到 50%。同样的画质，它的体积比 HDR64 能小接近一半。AV1 是一款开源的视频编码标准，同等画质下比 HDR65 还能再省 20%到 30% 的体积。唯一不好的就是目前对硬件要求很高，除非你用的是比较高端的显卡，否则10分钟的视频得赚到你怀疑人生。当然，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想把 MKV 变成 MP4， 不考虑文件大小，也不想改变画质，那就直接选复制流，它的速度极快，几个 G 的电影几秒钟就搞定，而且画质是100%无损的，连一个像素点都不会变。这下面是联动的，比如我选择 HDR64， 它是这些选项，切换成 HDR65， 它又变成这样。这些选项作者在旁边都做了很贴心的标注，官网也有专门的表格详细说明。LIB 代表用电脑的 CPU 来进行纯软件运算，这个代表 N 卡。QSV 代表英特尔显卡， AMF 代表 A 卡。这是微软推出的通用接口，理论上谁都能用，但实际上不如厂家自己的稳定，一般作为备选用。这是 Linux 系统下的硬件加速方式， Windows 用户直接忽略。最后这个还不是很成熟，直接忽略就行。如果你选的是 HDR64 纯软件编码，可以选这个，但 HDR64 硬件加速现在已经不是主流了，画质和体积的控制都不如 CPU 那么完美。如果要使用硬件加速，建议直接上 HDR65。HDR65 的算法极其复杂，用 CPU 跑会比较慢，但 HDR65 时代显卡编码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
用显卡跑，速度能甩 CPU 好几条街，而且画质和 CPU 跑出来的差距非常小，肉眼几乎看不出来。AV1 对计算量的要求是恐怖级的，所以强烈建议用显卡跑，而且它的门槛很高，老显卡是不支持的。如果你是 N 卡，必须是 RTX 40系起步的，英特尔必须是 Arc 独显或者 Ultra 系列核显才能选。A 卡至少 RT7000系以上或者780M 之后的显卡。如果你没有新显卡，又特别想试一下 AV1，可以选这个，这是目前最快最实用的 CPU 编码器。下面这个是官方的基准编码器，非常慢。编码器预设本质上就是让你决定用画质换速度，还是用速度换画质，也就是决定这个编码跑得快不快，压得狠不狠。不同编码器的实现方式、内部算法完全不同，所以预设之间不能跨编码器对比，只能在同一个编码器内部有可比性。比如这个编码用的是这套预设，那我换成 N 卡，它就变成了这套。虽然预设不一样，但它的规则是相同的，也就是越往上画质越好，但速度越慢。但也不要无脑往上选，编码存在边际效应，当达到一定阈值后，画质的提升肉眼几乎看不出来了，但渲染时间却会成倍增加，就没有必要了。这是小英给大家总结的设置建议，列出了常用的 H.264、H.265 和 AV1 编码的推荐选项，大家可以拿去参考一下。绿色这一列对应的就是编码预设值，如果你实在懒得记，那就不要去管，用软件默认的设置就行。下面这个主要指定视频的配置文件，决定是否支持10比特色声等高级特性，默认会自动选择日常压片留空就好。场景优化就好比手机相机的场景模式，如果你用的是硬件编码，这个选项基本是无效的，建议直接留空。好啦，恭喜你，本期最难的部分终于啃下来了，后面的内容就相对容易理解了。我们接着看画面帧设置。如果说编码器决定的是视频画质和体积大小，那画面帧这个页面就是专门用来调整视频画面大小、比例、帧率这些基础属性的。如果你想把 4K 压成 1080p， 直接在下拉框选，或者手动输入，这里只要输入任意一个值就好，它会根据视频比例自动计算。如果你想去掉视频上下黑边，或者只裁中间一部分，直接点这个裁剪交互窗口，它会弹出一个可视化的预览界面，导入样片视频。你只需要用鼠标在画面上画一个框，把你想要的区域框出来，软件就会自动生成裁剪参数，所见即所得，非常人性化。帧率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一段视频其实就是一堆静态图片，每一张叫一帧，快速播放就形成了动态画面。这里决定了视频1秒钟闪过多少张图片，比如录制教学课程或者 PPT 演示，原本是60帧的，你可以在这里改为30或25，就是抽一半帧，文件体积会瞬间小一半，而且也不影响观看。但是要注意哦，如果原视频是30帧，千万别在这里改成60帧，单纯改数字是不会变流畅，只会重复播放同一张图，单纯增加了体积。如果你搞不懂，最好不要动这里，保持视频原来的帧率就行。真想丝滑，得用插帧算法，不过目前的开源算法效果确实很有限，我们保持默认就好。真正想要好效果，还是用专业工具。质量这个就是视频看起来清不清楚，细节多不多，模不模糊，它和体积直接挂钩，画质越高，文件越大，画质低点，文件就小。这是 CPU 编码的御用模式，也是最智能的模式，只要你是用 CPU 跑，无脑选这个就好。如果你用的是显卡加速，不管是 N 卡、I 卡还是 A 卡，都可以选这个动态码率，它会根据画面的复杂程度自动调整码率的高低，给你一个不错的画质。这个和上面类似，但偏向更高画质，不过它的编码速度比普通版要慢很多。其实普通版的画质已经完全够用，除非你对画质有强迫症，否则用上面这个普通版就好。这是一个简单粗暴的模式，它不管画面复不复杂，每一帧都死板的用同一个压缩强度。虽然画质很稳，
但体积会比恒定质量和动态码率大很多，日常压片不推荐它。这个在直播推流使用的比较多，画质最差，而且体积也不小，不建议使用。这样过一遍就很好选了。CPU 编码选第一个，硬件编码选第二个。关于参数质量，这里有很详细的说明，我们按照提示来选就行。软件编码选 CRF，N 卡选 CQ，I 卡选这个，A 卡用的是这两个，没有的话也可以选这个。这里填写质量的具体数值，也就是编码队列中的质量，一般是0到51之间。数字越小等于画质越好，但体积越大；数字越大等于画质越差，但体积也会越小。那我们具体该填多少嘞？大家还记得之前那个表格吗？黄色部分就是根据不同编码类型给出的最优解。比如你用的是 H.264，CPU 编码器选择的是 LIB264，推荐质量则是23。质量这里就选择恒定质量 CRF-CRF23。如果你用的是 H.265，编码器选的是 N 卡，推荐值则填29。质量这里就选择动态码率 VBR，N 卡对应的是-CQ， 值这里填29。下面这两项是进阶控制，新手可以先跳过，因为你已经选了这种智能模式，它会自动管理码率，比我们手动填这些数字更省心，效果还更好。色彩管理一般只有专业调色师或者 HDR 视频处理才用得到，主要让视频的色彩更准确、更鲜艳，或者适配不同设备的显示标准。建议大家直接路过，保持默认就行。软件默认会自动检测原视频的色彩，手动改反而容易出错。常见滤镜主要为了修复那些本身就有问题的原视频，正常视频可以直接略过。如果你的视频是在网上拍的，满屏都是噪点，可以来这里使用降噪抢救一下。大多数选第一个，噪点重的再是下面这个。选择后会让你填这些值来控制强度，不会填也没关系，直接填默认的参数就很不错。如果效果不理想，在2个数的往上加，看看导出后的效果。比如4、3、6、4.5，那就加到6、5、8、6.5。不过要注意哦，虽然它写着默认多少，但这个数字是灰色的提示文字，不代表你什么都不填它就会生效。想用默认值，也必须手动把数字填进去。如果你的视频降噪后还是觉得模模糊糊的，或者物体轮廓不太清晰，可以适当调整一下锐化值，让画面变得更干净一些。这里也是按建议的尺寸抄作业就好。水平尺寸和垂直尺寸都填3，锐化强度填1。扫描方式这个几乎没人用，现在的手机和相机拍出来的视频都是逐行扫描的，选了反而画质变差。除非你处理的是20年前的老视频，人物一动，边缘就会出现密密麻麻的横条纹，像百叶窗一样，可以用隔行转逐行来修复一下。一般选第一个就行，它会自动把这些条纹缝合起来，让画面变平滑。把好好的正常视频故意做成有条纹的格式，可以选逐行转隔行。画面翻转这个就很好理解啦，我们直接看效果：90度、180度、270度，水平镜像，这个是垂直镜像。好啦，画面弄明白了，现在我们接着了解声音。这个页面是专门处理视频里声音部分的，不管你是想把声音无损保留，还是想压缩体积，或者觉得声音太小想调大，都在这里设置。音频编码器这里，如果你只是想转换视频格式，比如 MKV 转 MP4， 不想动声音，直接选复制流，把原视频的声音轨道原封不动的拷贝过去，速度非常快，而且音质没有任何损失。如果你的原视频声音格式很怪，在手机上放没声音，或者你想压缩文件体积，那就选 AAC， 它是目前兼容性最好的音频格式，而且体积小，音质高，在所有设备都能播。如果你什么都不选，它也会默认帮你使用 AAC 来进行编码。下面这2个选项按选1就行。如果你选择了复制流，2个都不用选。如果用的是 AAC 编码，一般用上面这个固定码率就行。
128K 正好卡在及格线上，能保证清晰又不占空间。标准音质建议选 192K， 高音质选 320K， 越高音质越好，体积越大。下面是可变码率，除非你是 MP3 发烧友或者是无损党，可以研究一下下面这个。有的小伙伴可能会疑惑，我都要求无损了，为什么不直接复制流？这么费劲的来调这个参数干什么？这里多说两句，有的原音频是比较特殊的无损格式，比如杜比无损，转成 MP4 时容器不支持这些格式，就无法直接复制过去了。但你还想保留高音质，就到这里来调。但这种场景我们普通用户一般是用不上的。这里决定了是立体声还是 5.1 声道，建议留空，软件会自动照搬原视频的声道。采样率也就是44100赫兹还是48000赫兹，同样建议留空。响度标准化就是让视频音量统一，不再一会儿小声一会儿爆音。如果你的视频原本的声音没有问题，不需要动这里。如果响度不统一，或者你觉得声音太小想要调整，直接跟着这里的说明调试就行。虽然 3FUI 主要是处理视频的，但 FFmpeg 本质上也能处理图片。压制视频的同学可以直接忽视，比如你想把一个视频转成 GIF 动图，选择 GIF， 质量值直接在这里抄作业，填1，生成的 GIF 颜色会更准，不带雪花点。如果不填，出来的 GIF 可能会有很多噪点。WebP 动图比 GIF 体积更小，画质更好，质量值填75到90都可以，操作非常简单。比如我想把这个视频转成图片，在编码队列这里按住快捷键 Ctrl， 把视频拖进来，在弹出的参数面板里，输出文件选择图片，比如我想转成 WebP， 选择好后回到图片参数，把图片编辑器设置成 WebP 动图，静态图可以选择上面这个，质量值设置成90，然后点击确认并添加任务，速度非常快。这个是处理后的图片。如果你要把视频的每一帧都截下来，还可以这样操作。我先在桌面新建一个文件夹，保存截取后的图片。一定要先建一个空文件夹哦，否则几千张图片瞬间铺满你的桌面，那种场面是非常恐怖的。建好后，把视频拖到编码队列，输出格式一般用 PNG 无损格式，把输出目录改到刚刚新建的空文件夹里。重点来啦，如果用自动命名，后面会跟一串时间，我不需要时间，直接指定图片名称。输出的图片名称不能一模一样，一般会设置成0001、0002、0003，这样以此类推。那就在结尾字符串这里输入百分号 04D， 04代表位数， D 代表数字，把4换成6，输出后就会变成000001、000002这样。设置好名称后，再到图片参数这里选择 PNG， 质量我就直接填1。设置好后，点击确认并添加任务，执行成功。打开文件夹，你会发现视频就变成了一堆图片啦。其实讲到这里，关于视频编码最核心、最烧脑的部分，我们就已经全部通关了，恭喜大家！坚持看到这里，你已经成功驯服了 FFmpeg 这个让无数程序员都头秃的上古神器。这里改动过的所有配置，我们都可以在参数总览这里查看。这是我们设置的输出容器，目前选择的是 MP4。回到输出文件设置，把它修改成 MKV。我们再来看看，输出容器这里也跟着切换了。右边这块实际命令行，就是软件把我们做的所有设置项实时翻译成一行完整的 FFmpeg 命令。执行压缩时， 3FUI 就是把这段命令直接喂给 FFmpeg 去跑。说白了，走到这一步，你完全可以把它复制出来，直接贴到 FFmpeg 的命令行里执行，效果是一模一样的。以后要是压缩出了问题，发帖求助的时候，记得把这段代码和安装时说过的错误信息一起贴出来。
大神们一看就知道你哪里设错了。如果你经常要用到这套参数，也可以把它直接保存下来，下次要使用时直接来到自定义参数，完全自己写这个页面，把它复制到这里。一旦你在这里写了代码，软件会无视你在所有图形面板里设置的参数，它只会把你在这里写的这一行命令直接喂给 FFmpeg 去跑。点击参数总览，你看这里也会变成正在使用完全自己写参数模式的提示。这里有2个细节：第一，把开头的 FFmpeg 这个词删掉；第二，输入文件要改成这个，输出文件则改成这个，直接照抄就行，注意大小写哦。设置好后，你往队列里拖任何视频，软件都会自动套用这套代码。OK， 这里就生成成功啦。FFmpeg 的功能太强大了，有几千个参数，界面根本放不下。有了这个功能，如果你在网上找到了一段大神写的代码，就可以把它复制粘贴到这里，直接用啦。如果代码里有这种需要填写参数的部分，作者非常贴心的在自定义说明这里做了详细的解释，我们按要求替换就好。还记得刚才的常见滤镜吗？这里只有降噪和锐化。如果你要用更高级的，比如网上的去抖动代码、黑白特效，也可以来到自定义，把代码填在滤镜参数这里。想做变声、回声效果，就可以把代码添加到声音滤镜这里。这里主要是用来给前面这些参数做补充的，比如我之前说的 A 卡，在质量设置这里没有这2个选项。我当时说的是 A 卡如果没有，也可以选这个，但其实我们还可以在自定义参数这里进行补充，操作非常简单。比如质量这里，我们用的是这个，质量设置成28，这是刚刚设置的质量参数，我们先把它复制出来，粘贴到这里。现在我什么都不选，留空。记住这个参数，我们来到自定义参数，在这个框里手动输入质量参数，打开参数总览，找到修改后的命令行，复制过来对比一下，是不是自动把质量参数拼接到命令里啦？其他内容什么都没有变，这就实现了图形界面加手动微调的完美结合。在位置插入参数很好理解，就是指定你自定义的参数要放到这段命令的什么位置，要固定在开头的就在这里填，放在输入文件之后的参数就在这里写，以此类推。看到这里，你晕了吗？晕就对了。对于99%的用户，前面的图形界面就已经够用了，大家随便了解一下，平时直接无视它就好。肯定有小伙伴想吐槽，就算不管它，这些参数也太多了，我一会儿要压 4K 电影，一会儿要发微信小视频，每次都要重新把这些编码器、分辨率、画质一个个改一遍，真的太累了。除了把最终生成的命令保存下来，还有没有更便捷的方法，让我打开这个软件就能直接用呢？当然有，作者其实早就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偷懒神器——方案管理。比如我配置好了一套 H.265 N 卡加速加 4K 的高质量参数，输出容器选择 MP4， 我只要到方案管理，点击上面的绿色按钮保存，列表里就会多出一行记录，点击可以看到这个方案改动了哪些地方，代码是什么。为了防止以后忘了这是啥，建议大家选中后再点一下这个名字，在输入框给它改个好记的，比如叫 4K 画质。如果我不想用这套方案，点击重置面板就能清空所有设置，然后再重新设置一套新的方案。假如我这次想把视频保存成图片，设定一个位置，给图片重新命名，回到方案管理，注意一定不能选中这个方案哦，否则保存时就会把这套参数给覆盖了。我们点击一下空白处，
然后再点击保存。哎，新的方案就保存下来了。重新给它起个名字，图片截取视频帧。现在我们双击这个方案，配置是这样的。再次双击，配置又切回来了。选中它，点击读取也是一样的。如果我要修改这个方案，回到方案管理，注意哦，这回才是选中它，点击保存。我们刚刚是把这个容器改成了 MKV， 重新刷新一下，这里就替换过来啦。大家注意右上角这个勾选框，这是保存输出位置使用的。比如我们刚刚新建这个图片方案的时候，明明有设置输出目录，但是启用时输出目录依然是默认路径，就是因为没有勾选它。注意看，这里没有显示输出位置，我们再给它指定一次路径。这回把这个勾选上，点击保存。现在这个路径就保存下来啦。如果你觉得你的参数调得特别好，想分享给朋友，或者换电脑了想带走，点击导出就能生成一个文件发给别人。别人点击导入就能直接拥有和你一模一样的神级配置。你希望每次启动时都自动加载这个配置，也可以把它添加到这里。后面这些功能就比较简单了，但是非常实用。剪辑区间就是一个完整的视频，你只想截取其中的某一段，一般选初剪就行，可能会有几秒误差，但速度非常快。不过要注意哦，如果你选择的是初剪，一定要把视频和音频编码器都选择复制流，这样会大大加快剪辑的速度。入点就是从多少秒开始剪，出点就是到多少秒结束。可以打开视频播放器查看开始和结束时间，然后在这里手动输入，也可以使用这个配套软件打开要截取的视频。选择开始位置，点击定位入点，它会自动记录开始时间，然后再确定好结束位置，点击定为出点 OK， 最后点击给 3FUI， 时间就自动传过来啦。这个配套工具也是绿色免安装的，下载链接我会放到视频下方的简介里面。向前解码只在精简模式下有用，在解码的时候向前多解码一点，确保入点精确，默认60秒就够用了。流控制听起来很技术流，其实它就是专门用来处理视频里多个轨道的。比如我这里有一个视频文件，我们用媒体信息打开查看一下。这个片源质量特别高，有一条视频流，这个是音频流，一共有5条，包含法语原声、国语配音、台配、粤语，还有一条纯音乐。除此之外，还有2条字幕，居然还有3个字体文件。但是我只想要视频画面和第2条国语配音，怎么把其他的法语、粤语、字幕、字体这些全部删掉来节省空间呢？操作其实非常简单，只点明我们要留下的轨道，没被点到名的就会被软件自动扔掉。我们首先要保留画面，在这里填入0v0，这串代码的意思是第0个文件就是当前片源，这个是固定的，99%的情况直接填0就对了。V 代表视频，0代表第1条视频轨道，0V 表示第1个文件的全部视频流。我们原本就只有1条画面，那就可以把画面轨道的0删掉，表示全部保留。音频这里我们要从5条音轨里精准抓出国语这1条，怎么算呢？ FFmpeg 是从0开始计数的，第1条法语配音是0，第2条国配则是1，所以我们要保留的国配编号是1。和上面一样，最开始还是填片源0，
，A 代表音频，1代表第2条国语配音，后面的然后保留其他音频流不要勾选，除非你只想让这个音频应用音频参数的设置重新编码，其他音频轨道原样复制保留才可以选。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删除其他音频，勾选后就不会删除了。至于下面的字幕框，因为我们不想保留字幕，所以留空，什么都不填。如果你什么都不想动，只是想删除其他流的话，建议把视频和音频都改成复制流，否则它会重新编码，速度会非常慢。OK， 接下来我们给视频选择一个容器，注意哦，这里最好选 MKV， 它能完美封装所有内容。修改一下导出后的文件名。OK， 导出视频。这个是刚刚导出的文件，我们打开看看。你看，现在这个视频只剩下一个画面轨道和一条音频轨道了。这个是删除流。如果我有一个电影，但是没有字幕，我从网上找到了这个视频的字幕文件，我要怎么把它合并到视频里呢？这就可以用这个汇流同名字幕来完成。就用导出后的这个视频来举例，这个视频是没有任何字幕的，这是我的字幕文件。第一步，先把它们的名字改成一模一样。OK， 然后勾选字幕格式，是 SRT 就选 SRT， 是 ASS 就选 ASS。我这个字幕文件是 SRT 格式的，那就把 SRT 勾选上。如果你要导出为 MP4 文件，记得把这个勾选上。注意上面这里同样要填哦，如果全部保留的话，后面直接留空就好。视频和音频我依然用复制流，改一个名字。OK， 把视频拖进来。搞定。现在把这个视频打开看看。现在这个视频除了音频流，还多了一条字幕流，是不是挺好玩？最后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汇流和合并，这两个很多人很容易弄混。汇流就是把视频 A 中的任意流和视频 B 中的任意流组合起来变成新的视频，而合并则是把两个视频拼接成一个更长的视频。还是这两个视频文件，这个文件大家都知道，里面包含了非常多条音轨和字幕。这个文件已经把音轨和字幕都抽掉，只留下了中文配音。接下来我要通过汇流把这个视频里的台配音轨也加到这个视频中，这是一个独立的小功能，直接在这里点击添加文件，把这两个视频都加入进来。接下来我们需要告诉软件我要用谁的画面，用谁的声音。首先来看第一个视频，这里主要用它的台配音频，第一个是法语，第二个是国语，第三个是台配。那就在音频流这里填2，它是从0开始算的。画面和字幕都不要，那就留空。设置好后，这里会出现对应的数字。再来看第二个视频，直接选中它，然后在下面填写你要保留的轨道。我们继续打开第二个视频，这个视频我们想全部保留，那就先看画面，只有一个轨道，那就在这里填0。音轨这里也只有一条，这里也填0。这个视频是没有字幕的，同样留空。同样，你要是有一个字幕文件或者音频文件，也可以直接在这里汇流。比如我再把刚刚这个字幕文件也加进来，这是一个单独的字幕文件，那就直接填0。选择一个输出位置，给文件命名。注意哦，一定要加上文件格式。点击启动汇流，这个是不重新编码的，所以速度非常快。
OK， 这个是刚刚汇流后的文件，打开看看。现在这个视频里不仅有国配，还多了台配和一条字幕轨道。合并这个就更简单了，比如我这里有2个短视频，在合并这里点击添加，选中文件，上移下移可以随便调整素材位置，设置输出路径，给导出后的文件命名。记得哦，这里也要给一个后缀名，比如我的素材都是 MP4 的，那就在这里填点 MP4， 点击启动合并。OK， 我们来看看合并后的文件。合并成功。好啦，感谢每一位坚持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赞关注我。我是小印，我们下期再见，拜拜。